中。你不是猫就是狗，天生就很粘人，或是傲慢冷漠。但你出现之后，我变得不了解我。本来过得好好，为何你来挑拨？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，白天想你，夜晚又 see you in my dream。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宇宙？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。人的爱分两种，有人给多也有人给少，但你出现之后，我变得不了解我。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，白天想你，夜晚又 see you in my dream。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宇宙？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。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。阿姨，不用说了，我可以暂时不阻止你们两个交往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你必须得让你的家人从心底接受丁丁，也必须处理好他跟你家人之间的关系。要是让我再知道丁丁因为你父亲的态度再受委屈，我可坚决不再让步。别！我知道了，阿姨。我不会让我爸干涉我和丁丁之间的问题的。我知道你可以不理你爸，硬和丁丁在一起。可是我们希望你们的婚姻是能够得到双方父母的共同认可的，这是阿姨能做的最大的让步。也希望你可以让你爸爸有个态度。我明白了。另外，你的家事阿姨这个外人不便多嘴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爱一个人要好好的珍惜他一辈子。我这个人最讨厌始乱终弃，我不会辜负丁丁的。你看怎么样？我说没错吧？哎，不过手术失败，这可不是你平时的水准，怎么回事？手术时，我有了杂念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起他呢？哎，高人啊！哎，今晚你去接小璇下班，我要带丁丁回一趟我家，可能要晚点回去。好，知道了。走吧，带你去买东西。小璇，送你的。对花过敏。过敏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对你的花过敏。哦，那我先放这儿了。你来干嘛啊？哦，你哥今天晚上带丁丁去见家长，我请你吃饭。请我吃饭？
你有钱吗？整天在家不思进取。我倒是想进去。那你就一辈子躲在家里啊？哎，要不然我来这儿给你当服务员吧？神经病！我干的挺好的。高医生也在啊。哎呦，向医生，最近医院很闲吗？天天来光顾生意啊？时间呢，不能光留给工作，还得留给生活。我来录个猫，顺便请小璇吃个饭。哎，小璇已经有约了，今天他跟我吃饭。你别听他的，我没约。你坐这等我下班，老规矩。小璇，不是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我先来的。我又没答应你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就回去给宁为难铲铲屎，也算没白住我哥的房子。你，小磊，给夏医生把咖啡送过去。好。哎，我来送，我来送。夏医生，哎，你这不好意思，我弟兄这种事儿，你说你这还怎么吃饭？赶紧回去换衣服吧。小璇，我去下洗手间。我去看看小医生。幼稚。小磊，把花插起来。好。维锦，晚上在家里一块吃饭吧。不了，我就是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说完就走。哎，要说事儿的话，边吃边聊多好啊。反正菜都快好了，我去看看啊。我和丁丁决定结婚了。你这是来单方面通知我，还是来征求我的同意啊？单方面通知。征求您的同意。要是单方面通知，那就是没我什么事儿了。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这个儿子，还记得能来通知我一声。除了单方面通知，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在态度上接纳丁丁。我要是不接纳呢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是尊重您作为父亲的这个身份。我也希望您不要辜负了他。尊重我？你带着这个女孩回家，莫名其妙告诉我说你要结婚，这叫尊重我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门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哎，老宁，维锦，我会帮你劝你爸爸的，但是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刚才那么说话真的是太直了。哎呀，你们父子两个确实需要好好的沟通沟通。我叫英菲。英菲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。我知道您之前对我有些误会，但我跟维锦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祝福，对吧，维锦？所以也希望您能帮我们好好劝劝宁叔叔。我会的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改天再来。小俊一位大西汉子开始了全新的一天。他行走在山中，寻找一种神奇的。还生气呢？我觉得
韦景好像真的是认定了这个郑丁丁了。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，把这门婚事给同意了？这样的话，说不定你们父子可以和好呢。那依然呢？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的。再说了，依然自己都已经看开了，我们干嘛还较这个真儿啊？别的姑娘也就罢了，可是这个郑丁丁，我是担心她的身体。韦锦，她妈妈的事已经带给她一次很大的打击了。我担心这个姑娘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这不是在咒人家姑娘？你看看你，老说自己不关心魏锦，但你这话里话外不全都是在考虑她的将来啊？我才没有呢。好好好，你没有。那你儿子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要不要表示一下？至少把今天的节减了。我可不去啊，免得人家看着我烦。哦，这2天你陪我去挑2套好看的西装吧。好啊，那要不要顺便给你那个不听话的儿子也挑2套？你这有火也不能冲小楠楠发呀！我就说不让你去嘛，碰了一鼻子灰吧。要我说，你们俩直接筹办婚礼得了，管他们同不同意啊？事情要那么简单就好了。这是丁丁爸妈给我设的一个考验，如果我完不成的话，他们是不会放心把丁丁交给我的。那你去求那个人呗，做个好儿子，哄他开心，肯定同意。要是妈妈在就好了，就没那么复杂了。爸爸找一找，看你们把礼物藏哪儿了。这里。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。没有啊。这里。这里也没有。长寿面都做好了，还没找到呢。没有。真够笨的。在哪儿呢？那边。哦，原来我的生日礼物在这儿。爸爸，看看你们给爸爸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免费拥抱券。你忙起来什么都忘了，所以我才特意想出这个办法，把一个普通的拥抱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，把我们相处的时间当礼物一样来珍惜。生日快乐！
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来，宝贝儿，过来。爸爸真开心，谢谢你们。要是妈妈在就好了，事情就没那么复杂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特地来看看你。我还可以，主要是你哥状态不好。他昨天回去有说什么吗？见了那个人，心情能好才怪呢。小璇，你们和宁叔叔真的没有和好的可能吗？绝不可能。会不会其中有什么误会啊？毕竟那个时候你和你哥都还小。丁丁姐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起话来了？我就是觉得你们兄妹俩和宁叔叔的关系一直这么梗着，也不是个事儿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，但是我们和他的矛盾是不会这么快就化解的。当年那个人只顾着工作，根本就不管我们，所以我妈妈才……小璇，我不是故意提起来这些的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些年也这么过来了。可是你和你哥都为这件事情痛苦，我有点担心。而且我觉得宁叔叔这些年也不好过。他还不好过，他天天和那个女人待在一起，对我们就是眼不见心不烦，开心的不得了。那只是你的想法，我见过宁叔叔2次，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想你们。其实感情这种事儿，我们小的时候未必能理解，我们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事实的真相。你们感情缺失了这么久，我觉得真的需要好好坐下来谈一次。丁丁姐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你要是再帮他们2个说话的话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坐下说。哎，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了，你还是想一下我哥的生日，你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吧。你哥过生日？怎么从来没听他提啊？他之前不是照顾我嘛，就一直没有过生日。都是和我生日一起过的。不过现在不是有你了吗？不得好好准备准备。你那房租什么时候交啊？房租啊，我现在没钱。那就去挣钱啊，别天天在家里闲着。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啊？不就一次挫折吗？就让你站不起来了。我觉得向医生说的对，你确实应该看一下心理医生了。哎，高医生，高医生，怎么了？你见到我就跑干什么呀？不进去啊？我跑了吗？我没跑，我是来看看我休假期还没结束呢。啊，我还有一台手术要做，那我失陪了啊。我还手术要做，我先失陪了，有手术了不起。高医生，周末呢，我跟小璇要去郊外旅游，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啊？没有兴趣。行。来，好可爱。就这个。欢迎光临。老板，最近咱们店的生意可是越来越好了。可不，每天回到家，整个人都腰酸背疼的。你们俩想涨工资就直说。店招聘。你说的不就是我吗？
老板，我来应聘。老板，我这儿来应聘的。大叔，哎，我们的要求是18到25高颜值。你不仅超龄了，而且你自己长什么样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不是，对呀，我刚过完18岁生日，这颜值嘛，我觉得还行啊。你81还差不多。老板，不是，老板，慢点儿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老板，哎，老板，应聘，诚心应聘。干嘛非要留他呀？宁老板，这是为你着想啊，为我着想。你也不想他这么一直消沉下去吧？难道他想出来工作？你应该顺势给他点鼓励啊。可是他堂堂一名医生在这端盘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以为他为了谁呀？好了。高医生，你现在有时间来咖啡馆兼职吗？有啊，我还在休假期，所以时间多的是。你准备休到什么时候啊？还不去上班啊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自作多情。高医生，那你……老板，不好啦！老板，水槽的水管断了。啊！哎，别动，我来。看见没？这就着急表现上了。切，我怕他把我家厕所给拆了。哇，哎，行了。看看人家再看看你，同样是男人，你怎么那么没用啊？我是靠脸吃饭的好吗？又不是靠实力。明明就是笨。高医生既能靠颜值，又能靠实力。小朋友，眼光很毒辣嘛。哎，老板，修好了。我懂。就把高人留下吧。你看看咱们店里，除了云生，医生杨帅啊。你要是再不决定，我就赶人了啊。高医生，哎，丁老板决定让他试用期3天，干不好立马走人。真的，太好了！我干。请进。就诊卡。哪不舒服？你知道我过来找你不是来看病的。如果没病，就不要耽误其他患者看病的时间。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，我就说几句话，是为了你和郑丁丁的事儿。我们2个的事儿，我们自己会协调好的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苗苗，哎，教授，什么吩咐？把下一个患者叫进来。好。
我来帮你吧。我自己来。不是，你看这不都说好了，我来你店里打工嘛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我来，给我。哎，对不起，你是他捣乱的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捡。高人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回医院上班啊？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没人放心把脸交给我吧？那你就甘心这么堕落下去吗？一次跌倒你就永远都站不起来了。走吧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聊聊。我和他没什么可谈的。如果你想我们以后能顺利的在一起，就去找你爸聊聊吧。你可以继续不原谅他，但至少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你在等人呢？哦，没有。我前2天让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西装，你看的怎么样？我看了，但是你儿子的生日礼物，你要不要自己去选？会更有诚意的。哼，诚意，我连面都见不到，诚意给谁看呢？小乙，有人来了，快去开门。哎，谁要来啊？你看了你就知道了。是宁医生来了。老宁，韦景来了。来了。坐吧。快坐。别看报纸了。韦锦，你随意啊，我让霞姨准备饭。不用麻烦了。不麻烦。我去厨房看看。今天不上班啊？啊，今天休息。忙吗？还好。您呢？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挺好。要不要我再帮您检查一下？你是出诊来了？不用。来，给我。来，别光顾着说话了，来，吃水果。真的，高人真的和你比赛举哑铃啊？他这么傻呀？我也没想到，你看高人平时看起来挺精明的呀，居然还有孩子气的一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傻的事可不止这一件。你看，一说到他你就来劲儿了。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是挺在意他的？我才没有。还说没有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留在店里工作呀？我怕他交不起房租啊。他现在又没车又没房，要是再没有工作的话，岂不是在我家白吃白喝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他要是回头再来追你，你怎么办？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你没发现他最近特别关心你吗？他现在这么缠着我，无非就是因为舒依然走了，他需要一个给他温暖的备胎罢了。我是不会上当的。哎，我特别想问问啊，当初你为什么喜欢他？如果你不想回答，我也不勉强。高中的时候，高人经常来我家玩，然后他就嘲笑我胖。你胖过？
本来我觉得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他就一直嘲笑我，然后我就发誓一定要减肥。后来我就努力减肥，我就心想我一定要成功，然后去他面前炫耀。我才发现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，不然怎么会那么在意他的看法？然后呢？后来就告白了呀，让他觉得我是个小孩，以为我开玩笑呢，就拒绝我了。高人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不可以和我交往？小雪妹妹，你年纪还小啊，早恋是不对的。你现在重心就应该放在学业上，你不用想这些有的没的。那我长大以后可以和你在一起吗？长大了再说呗。然后我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我就心想，我长大了可以和他在一起了。但他喜欢的是舒依然。舒依然就是喜欢你哥那同事？反正做了很多努力吧，但他心里一直都放不下舒依然。我又何苦缠着人家不放呢？我去趟洗手间。走了？刚送走。怎么样？你今天开心坏了吧？开心什么呀？你开不开心我还看不出来啊！老是这样，想笑又不笑，憋着，累不累啊？小心憋出病来。梅锦也是，想说又不说，就这么闷着头吃饭。你们呀，真是亲父子，都是嘴硬心软的主。现在知道笑了，你刚才该笑的时候怎么不笑啊？好了，又开始啰嗦了。好，我不啰嗦。那，我跟你谈点正事儿呗。韦景和丁丁的事情，你准备怎么处理啊？人家韦景今天过来吃饭，丁丁可是帮忙说话的，你现在可是欠人家一个大人情。你去找过他了？您喝水，谢谢。您这次来是？丁丁，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聊一聊。我接触下来呢，我觉得那个孩子挺好的。你要不然就同意了吧？我知道了，孩子大了，随他吧。那过2天就是韦景的生日了，你就给他个准话。这个呀，才是韦景最想要的生日礼物。我最近想做一下微调来着，你觉得怎么比较合适啊？我给你做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现在能削苹果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又跟向医生出去了？跟你没关系。
看中了一件，但是没有买。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围锦的尺寸呢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那就先别买了。等找机会我问问丁丁，他应该知道。好的。那你现在去他那儿吗？嗯。行，那路上慢一点啊。哎，对了，见到丁丁态度好一点，别老绷着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挂了啊。小璇，我到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先帮你拖着我哥，等你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给我发信息，保证能给我哥一个惊喜。好。小楠楠，想不想姐姐啊？啊，一会儿一起给小围巾哥哥过生日，好不好？嗯，不会吧，这么快回来了？宁叔叔，你啊，你别误会，我也是刚到，是小璇给我的钥匙，让我先回来准备菜。哦。宁叔叔，您快请进。您不喜欢猫啊？啊，宁叔叔，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水啊。宁叔叔，叔叔，您喝水。这里有吸尘器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坐吧，和我说说看。宁伟景下班回来也是马上就打扫房间，跟您刚才一样。真的？嗯，他特别讨厌猫猫。那他为什么要养猫呢？是小璇非要养的。我觉得宁伟景跟您有些地方真的特别像。是吗？他简直就是您的翻版。那是，他是我儿子嘛。啊，宁叔叔，您先坐，我先去弄菜了啊。你今年怎么有闲情逸致的给我过生日了？之前不是说好，你过生日的时候
顺带着把我的也过了吧。今年你的生日不一样了呀，你现在不只是我的老哥，还是丁丁姐的最佳男朋友。丁丁也知道我过生日啊？不知道，赶紧回家吧，还有生日惊喜呢。丁丁姐，我们回来啦。小璇，都说了是惊喜，你这一进门就喊上了。要不要我假装还不知道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哥，看来丁丁姐还给你准备了别的礼物，赶紧打开看看。有乌云盘踞在你的脸，孤单是改不掉的黑眼圈，撑着伞擦干你晕开的眼线，跟城市的忙碌说再见，出发寻找你的整片蓝天，摘一朵阳光把元气加满点，爱情已来到你的身边，为你特别 most beautiful， 爱那么新鲜，环游世界找美丽小眼，心跳是直觉，别浪费，勇敢热烈。爱那么新鲜，环游世界，你的他就在你身边，为你鲜艳每一天。和糖当作调味，让回忆没有保存的期限，一杯热咖啡就能聊一整天。